有什么发现吗？这淮东三州可见深水船坞。东海想借深水船坞，难道这是莫兹侯的目的？你看，这淮东三州西向城湾抱水，就地势而言，极其适宜搭建深水船坞。可只因其东向才为边境，故而大梁对其西向地势并无太多关心。可如今东海已经夺此三州，若在其上面建起深水船坞，那这三州国土，大梁将再难收复。萧元启断送三州，换来了齐州的军功。他这是被莫兹侯给利用了。可是萧元启说他能拿回三州的，我觉得他不像是在说谎。是啊，他当时那句话是真心的，希望他还是心系大梁，只是一时糊涂贪图军功，才会如此不择手段吧。元启毕竟也是先帝同胞的遗父子，只因为父母之事才一直没有被重用。我之前从没考虑过他的感受，他的野心。我明白一个心怀大志却无处施展的人，有多想证明自己。这事是我没做好。老爷，飞展来信了。驿站捎来飞展的书信，说是要回来过年。快给我看看。这孩子在外面飘荡了2年，终于回来了。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，毕竟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。还别说，2年不见呐，倒真有些想他了。可不是嘛！我不懂你们外头朝堂上的事。这次飞展回来，你们叔侄可别再拌嘴了。你赶快去把他住过的房子收拾好。他现在不任朝职，已经不方便在禁卫府居住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大夫说你受了惊吓，得好生喝几服药，慢慢静养才行。巡抚来人要接王妃。是。王妃身子欠安，女不是不知道，去回了便是。小的也是这么说的，可巡抚嬷嬷听说王妃病了，十分关切，非要进去探视。替我谢谢婶娘，等身子好一些，再去向婶娘请安。
是。你又怎么了？这有个人！是个姑娘，活着。将军，不像干粗活的，这姑娘怎么躺在这儿啊？再怎么说都是条人命，先救下再细问吧。来人，来，我来。什么？佩儿淹死了？好端端的出门游湖，佩儿这丫头生性又顽皮，一不小心掉进湖里了。唉，可把我们姑娘给吓坏了，到现在还起不来床呢。怎么会是佩儿呢？这丫头是从东边买来的，一向水性很好啊。到底是寒冬腊月，这一掉进湖里，整个人给僵住了吧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关键还是安儿受了刺激。虽然说莱阳府什么也不缺，但是还是要准备一些安神定气的补品，派人给送过去。是。你为什么写信给荀大人？他毕竟辅政朝堂数十年，又跟袁启已经是亲家关系，是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既可以保大梁，又能保袁启的人。你不打算自己回去了？我不想回去。金陵城也没有几个人希望我回去的，就算我寄信，也是要寄给飞展大哥，再由他转交给首辅大人的，免得首辅大人又多想什么。叔父沈娘倒真是疼你，当天就送了这么多补品过来。你们都先下去吧。是。安如，你应该也不愿意让他们失望吧？既然已经有一个荀家的姑娘走到了最尊贵的丁点，那你跟着我也绝不会仅仅是个郡王妃的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了。你如果能明白，那自然是最好了。那你好生歇息吧。
见王爷，恭祝王爷新春吉运。夫人以后不要再随随便便的登门，就算是我的吉运了。什么水平？拿来！又射又射！人家邻居大妈都骂了我好几回了，再射给我滚回去！滚回建筑去！不是。哎，谭大哥，这院子也太小了，礼部也太小气了。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金陵皇城，1寸土1寸金，能在靠近宫墙边上分一个独门独院给咱们暂住，已经是很礼遇岳将军了。谭大哥，在京城过年是不是很热闹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过过。那姑娘醒了吗？还是昏昏沉沉的，说不清话，也不认得人了。这都已经烧了多少天了呀？该不是已经把脑子烧傻了吧？再傻能有你傻？闭嘴！要不趁着大妈不在，我再来几箭。也别射了，一会儿又要被说了。王爷得胜回京，看似赫赫扬扬，门楣光鲜。但实际上，这朝堂中枢的权柄，您究竟能燃之几分？荀白水把控京城多年，无论您再怎么安插人手、缔结盟友、收纳羽翼，只要金陵周边出现任何异动，您都不可能瞒过他的眼睛，抢得先机。当下如此，并不代表日后一定如此。可是王爷，您能等吗？荀白水的确会老朽衰弱，可是萧元石也不至于永远不长进吧？夫人不必暗示，有什么提议，只管明言。王爷和我们国主曾经有过愉快的合作，那不妨再做一次交易，如何？哎，将军回来了。哎，将军，哟，谁惹您不高兴了？没有，就是觉得有些厌烦。这前几日大家一块去了宫宴之后，我原本以为只要安安静静的待着，等待礼部排期觐见陛下就行了。这没想到应酬越来越多，连续几日不是这个请就是那个请的。这不去的话得罪人，去了又觉得无聊。帝都跟咱们边城不一样，您又是有机会面见陛下的人，这应酬当然多些。唉，要不这样，下回我去。你去，啊？你去更无聊。来，射2箭。好嘞。哎，不是，邻居大妈说了，不让射。管他呢，摆上。再来一次交易。国主这次是又想和我要些什么了？我这儿有一份清单，就想请您找人去工部存档的库房，找一些很多年前的旧稿罢了。这个倒不难，只是国主能给我些什么呢？王爷现在也是有身份、有名望的人了，放眼整个金陵城，唯一有可能让您一败涂地的，就是荀白水。可是我们这位首辅大人深得皇帝的信任，想要在朝堂上扳倒他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国主料定，王爷您最终就只有一条路可走。
难道国主是想替我清理出这条路吗？国主什么时候让王爷您失望过呢？朝中不管谁人与我为敌，只要不是荀白水，那就算不上什么危机。更何况，眼下还有一些关键的人马，我尚未有十足的把握。思来想去，还是不要过于冒进的好。不进则退，不喜则忧，不得则亡，此世人之常。无论东湖雨林最终是何走向，荀白水始终是您绕不过去的关口。国主对王爷寄予厚望，怎么王爷您自己反倒是临阵退缩了呢？该怎么做，本王自有主张。夫人不必多言。启禀王爷。进来。王爷，内院来报，王妃突然之间昏过去了。请大夫了吗？请了。姿势体大，容日后再议吧。这样的喜事，你可看准了？回王爷，王妃的脉象还算明显，近来的起居详情，在下也细细地问过了侍候的姑娘们，王爷放心，不会有错。哦，不过王妃素来娇养，血气较常人更弱，胎象略有不稳，保养倒是其次的，心境开畅才是要紧。太医的话你可都听到了。如今有了孩子，自当以他为重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那就有劳太医了。在下告退。我从出生就没有见过父亲，母亲走后，便更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。从你过门那天起，这府里才重新算是一个家。忘记，而是你。
怎么样？再吃一副药，看能不能退烧。好。那你慢走啊，留步。将军，那位姑娘能问话了吗？恐怕还不行。您这就要面圣啊？第一次进京面圣，早些去得好。这京城中的规矩实在是太多，各个方面难免人多嘴杂。虽说请了一个大娘照顾，但是一个年轻姑娘啊，到底是不方便。依我看呢，还是报请京兆尹府接受照料，也查找一下她的家人吧。哎，将军，京城是个势利的地方，虽说京兆尹府有救助之责，但这大年下的一个病殃殃姑娘，谁会放在心上呢？不是啊，救人救到底，再多留几日吧。好吧。臣岳银川，奉诏参见陛下。岳将军平身。谢陛下。10州溃败，满目皆是无能之辈，唯有岳将军独得胜果，可见是个难得的奇才。所以朕特意嘱托兵部，一定要单独召见。谢陛下夸奖。但是臣以为，东境之战是败于军情泄露。东海握有整整10州的兵防图籍，知道我方山川地貌，在何处驻军，兵力几何，由谁统领，知道营库、粮库、兵器库所有要害的位置。所以在微臣看来，东海之战虽有全线溃败之辱，但也并非都是将士无能。放肆！陛下好意赞你，你听着就是了，竟敢当面顶撞。微臣不敢。岳将军所言也有些道理，朕刚才说的话，仔细想想也的确有些偏颇。岳将军第一次面圣嘛，礼仪上难免有些欠缺，首辅大人教导几句，他自然也就知道了。还不赶快叩谢陛下恩宽？谢陛下不罪之恩。好了，朕此次特意召见，是为了嘉赏，不是为了降罪。岳将军不必惶恐。谢陛下。微臣还有一事，想向陛下进言。岳将军，凡事皆有限度，你这是又要说什么？巡首府，朕觉得岳将军很有见识，既然他有话要说，我们不妨听听。是，既然陛下吩咐，那就不妨听一听。岳将军，请讲。微臣觉得，淮东3州与其他7州的战事有所不同。淮东3州的战事如何与其他7州不同？东海借助内奸情报，突袭10州，血腥屠城，丝毫不计后手，进得快，退的时候也是毫不恋战，故而其实力基本未损。收缩回淮水以东，再凭借水师封疆，故而臣斗胆推测，东海真正想要的只有淮东3州之地而已。岳将军是想说，东海原本就要退，所以本王这一路的征战，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意义吗？末将不是这个意思。可在本王听来，将军确有所指啊。莱阳王多心了，老夫听来他没有这个意思。你接着说。是。淮东3州连接东海国，所辖离岛众多，水域广袤，
东海一旦取得淮东，可据守淮水天险，易守难攻。那时，我大梁将难出外海。至于为何东海国敢于孤注一掷，不惜与我大梁为敌，也要强夺淮东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重要的目的。那岳将军倒是说说，东海有何重要目的啊？这其中3州有何重要意义，末将尚未参透。尚未参透是什么意思啊？针对此事，末将事先写好了奏本。今日诚请陛下与诸位大人参阅。宣首府。是。岳将军的想法，老夫觉得很有详加研判的必要。陛下，首辅大人所言极是。潮州上下对于东海的了解实在太过不足，也确实有可能如岳将军所言，低估了其守住淮东3州的决心。不过在臣看来，对一国之研判牵涉到方方面面，切不可操之过急，以免结论草率，反而于事无补。眼下正是年尾，祭祀仪典关乎来年国运，也不可轻慢。故而微臣建议，不妨等到年后，由内阁统召各部，详加商议，把整个东境大局重新安排一遍。莱阳王所言也有道理，不急在一时。岳将军的想法，见解独到，颇有可取之处。既然开年要重商东境大局，年宴之后你不必急着回去，留在京城，听从安排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岳将军留在京城，年后大家一起商讨战事。臣遵旨。你别怕啊，你可算醒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能听懂我说话吗？不会是哑巴吧？哎，你昏倒在城外头，记得吗？我们把你救回来的。城里啊？你会说话呀？我为什么会在城里？为什么要把我带回城里？不行，不行！哎，你别怕啊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想问你，为什么必须要离开？离开之后，你又要去哪儿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应该去哪？可能是回堑州吧。堑州？你是堑州人？我就在堑州任职，可听你的口音不太像啊。我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。哦。王妃，茶凉了。王爷。
天气凉了，夫人有孕在身，还是不要在园中逗留太久了。这是你进府之后的第1个年关，很多事情你还不太清楚。我把府里平时来往的人和要走动的关系列了一份单子，你照着准备就是了。是。这次东境来京的人中，陛下钦点了10个，恩准留在京城参加年宴。这一份是他们住的地方，你也各备一份礼送过去。这几个人，礼单加厚1倍，这个月银川加厚2倍。好。茶都凉了，都不知道给王妃添新茶吗？奴婢知错。岳将军，您要调阅的军报抄本都给您找齐了。多谢，辛苦。尚书大人都亲自打过招呼了，说什么辛苦啊？其实岳将军第一次来的时候啊，应该提一句，您是进京面圣的。这单报个品级，京城实在有太多大人物了，可不就给您排在后头，让您白跑了几趟吗？这绝对不是故意为难，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哪里的话，您客气了。你要回堑州，那你的路引呢？什么？走这么远的路，一路城防，总得有个身份路引吧？我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像什么人吗？什么人？就像某一府的陶奴。啊，你还真是个陶奴啊！将军回来了，把谭衡叫来。将军，那姑娘醒了，谭将军正问话呢。把东西放我屋里去。是。求大人放了我吧！哎，不是，我真的没有做错什么事，真的没有。我也没干什么呀。我就只是想让你别哭啊！怎么回事？而已。你干什么了？我没干什么啊！真的，我就问他一句是不是陶奴，就把他吓成这样了。哎呀，你要真的想走，谁也不拦你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姑娘，你大病未愈，又没有盘缠，连个身份你都说不清楚，你怎么活着从京城回到家乡啊？我们是真的费了一番力气才把你这条命救回来，实在不想眼看着你又出去送死，是不，将军？你自己处置，我不管。将军，你去兵部要东西拿到了吗？晋尚书发话了，当然拿到了。哦。哎，你刚才叫他将军啊？他是我们堑州营岳将军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们不是歹人，也不管抓陶奴。那，你说过，曾在堑州任职。你家将军打过东海之战吗？打过，我们都打过。我听说家乡死了很多人。你是觉得我们没有尽职尽责，护卫好百姓吧？不，我比你们谁都知道，那不是你们的错。怎么回事？既然难免要死，就不能白白的死。
意思啊？大爷回来了。你真的是巡抚的丫头？我已经不算是巡抚的丫头了，应该是莱阳王府。那你又为何要逃出莱阳王府？又想要跟我说什么？我要举发莱阳王。你这孩子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婶娘，是非展不孝，这几年让婶娘操心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叔父，经年不见，叔父身体想来可好？还好，还好，只是宫里的事情太多，没有办法。当陛下再长几岁，一切就会轻松了。飞展才回来，肯定累了，以后还有说话的机会，先让孩子休息吧。好。你住的院子我都收拾好了，婶娘送你过去。多谢婶娘。这不可能吧？你说话可得有证据。无凭无据的你一个小丫头的话，你让人怎么采信啊？是不，将军？将军，你不会真的相信是？啊？你说的话，我还得再想一想。你先送他回去休息吧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你交给任何人。谢谢将军。原来将军一直在怀疑莱阳王吗？每个人的战法都不一样，无论是奇怪的冒进，还是不合情理的巧合，在战场上都是有可能发生的。所以，即便是对你，我也不能明说自己到底在怀疑什么。直到今天。一个远在京城的小丫头，直接说中了你心中的疑虑。不管什么人，通敌叛国就不能放过他。你轻点儿，下来。别的先不说，就想想咱们死伤的那些兄弟们，这事儿咱们必须得管。你想怎么管？上报兵部或者御史台。这状告莱阳王，应该归谁受理啊？一个丫头的供词，并不能定罪。要想找到实据，必须继续详查。现在在这个金陵城里，能够压住莱阳王先行立案的，恐怕只有内阁巡守府。
那您就带着这个丫头去见巡守府啊！东海之战过后，两家随即联姻，这期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这些京城外的人，怎么可能知道？哎呀，那……而且你真的就敢确认，内阁巡守府值得信任吗？那还有陛下呢？能跟陛下说话的机会，并非轻易就有。将军。莱阳王正是声名赫赫之时，我一个五品参将想要扳倒他，恐怕连走出第一步的机会都很难呐。不过你有一句话，倒是说对了。哪一句啊？通敌叛国，绝不能忍。这件事，咱们必须得管。恭祝太后娘娘心岁安宜，福寿安康。都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今儿是大年初一，最是新春吉祥的日子，宫里以喜乐为上，哀家也不拘束你们。既然已经拜过年了，领过赏，各自玩乐去吧。谢太后娘娘。给大爷拜年。啊，大爷您的信才送到的。给老爷带个话，说我一会儿过去拜年。是。真是太好了。那平津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你可真沉得住气啊！怎么不早说啊？刚见到平津的时候，我一看这个毛头小子，我还在庆幸他并不知道我是谁。可后来时间长了，我想告诉他了，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了。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也就没有再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他说这事儿了。真是难为你了。要不，我去帮你跟他说。不，姐姐，再容我一些时日，我想亲口告诉他。也好，但是不能让他等太久，要不然我可沉不住气啊。这琅琊阁上竟然比往日还要安静，没有一丝棉味儿，也就侧耳一声红棉袄的跑来跑去。山中无岁月，自然如此。这琅琊阁冷眼旁观这么多事，一年一节，一时一季，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？话虽如此，但对于我来说，这一年300余天，一天12个时辰，却是最漫长的煎熬。平津，没了大哥，没了父王，
也看不见你。这3年来，我自己心里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的，所以我不能再骗自己了。李姐，我想伴你游历山水，想陪你撰写遗书。我想做的事情还挺多的，但是我就是不能想象，我未来的日子如果没有你会是什么样的。所以我想请你答应我，让我与你此生相守，永不分离，可以吗？平静，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等一下，林谢，那银锁我早就已经摘掉了，想必你也知道那是父王的意愿。可我都等了这么久，那姑娘一直没有出现，所以我相信她一定有个很好的归宿。如果那姑娘出现了呢？这不是我的银锁吗？你的都摘了，我的还没戴过呢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对不起啊，平静，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。这不可能啊！是你？不是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和林夕准备开春之后下山，先到梅岭，将婚事拜告于父王墓前。之后呢，同行去北燕，他在那里有百草新卷要编，而我，就权当替兄长游一下这邻国山水。那金陵呢？终于放下了。虽然心中曾经寒凉，但家国于我，永远不可能完全放下。我只是不再试图背负一切，不再勉强自己，去面对不想面对的局面。父兄对我的期许，也就是如此。是我之前想太多了。是啊，逝者所愿，只要平安喜乐就好。你自己选择背负的，全是你自己的本心。将军还是决定去见荀大人吧。思来想去，既然都有风险，那么还是首辅大人更值得相信一些。这个荀大人虽说跟蓝燕王有姻亲之好，但他毕竟当朝这么多年，又是太后娘娘的嫡亲兄长，怎么着也不应该跟东海有什么牵连才对。但愿如此吧。叔父，彭州深水船屋，到底是将门之后啊，偏居琅琊，却见微知著；身处江湖，却心系社稷。我知道了，待我向他致谢。你放心，叔父还没有老糊涂。
老爷，您要的拜帖都在这儿了。给这位岳将军回帖，让他明日过府。是，老爷。何大人，久等了。你们隋大人呢？不是毕府封印了吗？只留小人当值。大人有何要事？是这样，我有些重要的旧档需要查一下。这个怕是年代太久远了。怎么，找不到吗？不，这个得去查一下废置不用的旧档。大人里边请。大人请看。啊，这边还有。大人，应该就是这些。将军是第一位提出来要私下会面的人。你知道，这年节之中有多少人到老夫的府中来拜会吗？大人不嫌冒昧，末将甚为感激。你关于东晋的奏报，内阁上下都认真读过了，赞誉颇佳，认为你的见解独到，思路清楚。所以老夫觉得，你不是不懂得拜会的规矩，而是另有缘故。是。你说。末将今日前来，愿以身家性命，向首辅大人举报莱阳王。仅仅是一个丫头之言，你就敢举报到老夫的面前？你怎么就知道不是陶奴的诬陷呢？东海之战，末将不是旁观者，从敌兵偷袭到援军反击，我都身在其中。其实心头原本早有疑虑，那位姑娘的供词，于我而言只是佐证罢了。东晋败得惨烈，原有的将军损伤殆尽，确实剩得不多。但是像你一样从头战到尾的将军，也剩下有10余个吧？为什么其他人不觉得战事蹊跷呢？那只能说，莱阳王和东海的这个局做得实在精巧。你可曾知道，莫兹侯和萧元启之间有杀母之仇啊？这个末将不知。眼下，朝野上下公认，东海之战，莱阳王是首功之臣。陛下也已经颁旨嘉奖，抵报四方。他和莫兹侯之间又有一份解不开的血仇，而你却指控他一个天大的罪名，仅凭一个婢女之言，还有自己的直感，
并无半分可以查证的凭据。老夫说的对吗？末将，如果搜查莱阳王府，找到乌金剑呢？无凭无证，你就想请陛下下旨搜查王府？正如你所说，这把剑沉于池中，那又怎么能够证明不是栽赃陷害呢？或许我可执大人印信去大理寺，调阅东海通敌一案所有卷宗，重新梳理一遍，说不定能发现什么切实的线索。可是，凡是牵涉到东海通敌案的人，已经全数处死了呀。这件事情确实处置得太草率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东海之战对于陛下，对于我大梁的国运，影响实在是太大了。我身为首辅，责任在身，即便有一丝疑虑，也不能轻易地放过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居然开始相信你了。坐。这个罪名实在是太大，如果没有站得住脚的证据，即便是老夫，也不能仅仅是因为你的举报就随意的下内阁军令逮捕莱阳王，你明白吗？末将明白。但如果无人追查，真相又岂会从天而降？大人，东境10州军民，多少冤魂亡于战火之中。现在除了首辅大人，还有谁能给他们一个公道？眼下正是年关，处理事情不能急躁。在陛下复印开朝之前，你不要轻举妄动，以免打草惊蛇。让老夫也好好的想一想。你来自茜州？是。那么对深水船屋可有耳闻？深水船屋？这下通了。淮东水域地势特殊，其航道深广，避风港重。末将记得前朝有位魏将军在彭州、茜州广练水师，设想过建造大型船坞。对了，东海借助内奸情报突袭10州，其实只是掩人耳目，其真实意图只在这淮东3州之地。我说这仗打得蹊跷，更像演戏。大人，萧元启定是与东海合谋，出卖军情，东海以7州胜果作为回报。你马上去工部查一下旧档，看看还能不能找到魏将军所留下的关于深水船坞的建造图稿。是，可是这有何用？如若举报，这就是佐证的重要文件。末将领命。夫人，你最近可曾派嬷嬷去兰阳府看过安儿吗？老爷放心，已经去过了。您安排给安儿备的安神定气的补品，也差嬷嬷送过去了。那就好。安儿的房间别忘了，要经常派人打扫打扫。安儿是自家孩子，这事儿老爷就放心吧。秦家的姑娘，一定要好好的照顾着。
受半点委屈。老爷，此话何意？哦，前些日子，安儿不是受了惊吓吗？老夫心里一直惦记着。啊，明天有件事情，还要请夫人安排一下。你看，确实没有了。这什么时候被拿走的？昨天，巡防营合同里来过，说是要改造个旧院子，拿点图纸，他就都拿走了，都是些多少年没人要的东西。公布的档案乃皇家金匮，怎么能这么随便就给别人呢？将军，这名录是3年前整理天禄阁时抄录的，就为了留个底儿。这已经超过快30年了，属于过期报废的旧档，下官也没有理由不给何大人呢。你还，谭衡，去，你干什么？将军，那现在怎么办？何成？王妃病体尚未大愈，大夫吩咐过，要尽量静养，所以本王早就向叔父禀告过，说初12年宴那天再过府请安。叔父当时也答应了，还说都是一家人，不介意这些虚礼，怎么今日就突然想起要接我们过去呢？王爷，王妃从小是在夫人膝下长大，就如同亲生闺女一般。这些时日，王妃身子一直不适，夫人难免会有牵挂。昨天梦里，她梦到王妃小的时候了。这一大早醒来，实在是坐卧难宁，老爷这才派奴婢过来。啊，王爷和王妃如果今日不能过去，那我们老爷和夫人就会亲自前来登门拜访。大年下的反倒让长辈过来，哪有这样的礼数啊？自然应该是我跟王妃过去。那嬷嬷，先请花厅喝杯茶，王妃总得要梳洗打扮一番，换身出门的衣裳才行。我们家姑娘从小都是我照看大的，哪里用得着回避梳妆呢？虽然我年龄已长，手脚不如以前伶俐了，但站在一旁递个粉盒什么的，老奴还是可以侍候的。也好。王妃，不敢不敢，不必多礼。到了叔父的府里，自然是该行家礼。安儿，怎么一场病，脸色这么难看了？走，咱们到屋里说话去。哎，王爷，他们娘俩说话，你去干什么呀？走走走，到老夫的房里，咱们喝2杯。好，你去吧。是，老爷。怠慢王爷了。哪里哪里，年下这么多的人递来拜帖，翘首相盼大人召见。我原本以为大人会忙得抽不开身呢，否则的话，
我早就带着安如过府请安了。年下人情走动固然要紧，但是眼下的局势跟往年不同。东海一事悬而未决，老夫也没有待客的兴致，不必拘礼。大人身为内阁首辅，与我这样的闲人不同，自然要时时的忧心国事。你可不能自当是个闲人呐！前几日我进宫去向陛下请安，陛下已经提起了收复淮东3州的重担，恐怕还是要交给你呀。每每派人去看你，都是说调养一下就能好，我居然信了。到底是什么症候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没什么大毛病，只不过夜里有些惊眠罢了。我还不知道你从来都睡得安稳，哪有失眠的毛病？你告诉婶娘实话，与姑爷相处可有委屈？我原以为这2个贴身丫头都是聪明伶俐的，能够把你照顾好。可谁想到，佩儿居然会出那样的意外。佩儿，你也不必妄自菲薄。想当初你请缨出征的时候，朝野间有几个看好你的，最后不也是全胜而归吗？大人你也知道，当时在下多少有些血勇之气，未曾考虑太多。堑州的那位岳将军不是也说了吗？东海原本要退，我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这些话听听也就罢了，不必放在心上。老夫虽然是文官，但也深知阵前厮杀也是真刀真枪的，难道还有假不成？多谢大人安慰。缘起自知根基浅薄，得陛下如此恩赏，难免被人议论。说是不在意吧，心里多少也会有些不舒服。但若是想要辩解，偏偏又没有谁是当着面冲着我来。大人主政多年，见识高远，还请大人指教晚辈。陛下若是想要再托重责，我是该接还是不接？我与你叔父膝下空空，好在族里子弟还算兴旺。飞展和你长在府里，那就如同我的骨肉一样。此处并无外人，咱们娘俩之间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？婶娘真心疼爱，安儿比谁都明白。佩儿的事我也一直觉得奇怪。沉香楼有护栏有门窗，到底能怎么失足？佩儿水性又一向是很好，即便是真的掉了下去，她就挣扎不起来了吗？当时在场的还有谁？我怎么听说，连敏儿也不在？出事总得有个前因后果吧？你得说实话，婶娘才能帮你排解，你说是不是？婶娘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夫人，大统领来了。婶娘，婶娘，这安如过府，怎么也没人通报我一声啊？堂兄，安如，大堂兄没能赶上给你送嫁，实在是对不住。安如，
气色这么难看，不会有人欺负你了吧？大哥，缘起对你不好吗？他若欺负你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不管他封不封王，定不会饶他。安如，小姐，安如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夫人不必担忧，大夫说了，咱小姐的害喜症状还不算严重的。害喜？安儿有喜了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哎呀，这可是头胎呀！难怪你刚才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你等着，沈娘去给你做碗酸汤来。东海战事，王爷你一战成名，如果能成事再收复淮东三州，那么殿上那些聒噪就不攻自破。当然，东海水师强劲，王爷心有顾虑，这也是情理之中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兖州的岳云川将军是个人才，可以提拔他为你的副手，帮你选择麾下的将领，训练兵士。将来在阵前，如有疑问，也可以共同商议。意下如何呀？岳银川，他倒还算是个不错的将领。那日见驾，岳银川言语鲁莽，不要说你了，老夫也是心中不悦。不过，为了朝廷的大计，我想，王爷不会计较吧？大人这说的哪里话？岳将军呈上的东晋方略我也看过了，确是栋梁之才。好，如果没有异议，那老夫明日进宫就跟陛下商量了。看来，陛下是很喜欢岳将军的。不知道王爷可曾知道深水船坞？淮东三州地形地势复杂，似乎印证了岳将军所言呐。啊？还是大人思虑更为周全，缘起愿意听从安排，不胜感激。好，来。眼下正是年内，我们也不能只谈国事啊！来来来，多喝2杯。首辅大人日理万机，年下又有百事缠身，知序就不多扰了。哦。大人，这可是平京的来函。是，难得这孩子还想着老夫，都是些过年的话。长林王近来如何呢？可是许久都没有他的消息了。他跟你我可是不一样啊，四处游玩，逍遥自在。
欺负人来就是为了这些，造船图纸和地理水文。东海人真没见过世面，也不知道要些值钱的。你懂个屁！东海这些鸡贼可是那么省油的，还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。那个墨资侯找王爷做的买卖，哪有什么便宜可占？你去弄点动静，把他引出来，我进去。明白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只是找东西，不用拿出来。记住，别接触，别交手，别恋战。哎，找仔细了啊！怎么跟你说的？让你别恋战。我没恋战。将军，怎么这么多？老爷，老爷到底在忧虑什么？您吩咐要问安儿的话，我全都仔细问过了，他也没说什么呀。滴水不漏，毫无破绽。他要是心中坦荡，何必如此防备？是莱阳王做错什么，得罪老爷了吗？他可是咱自家的姑爷，素日也算礼数周全。若不是什么太过要紧的事，老爷不妨大度一些。老爷，岳银川求见。见。是，老爷。王爷，何统领来了，在书房等您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啊，王爷。虽然不知因何而起，这老家伙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他能怀疑什么呢？萧平京怎么可能给荀白水写信？还只是为了拜年？他这个时候应该在和林夕准备婚事才对。你这脸怎么了？啊，我正想说此事。今天有人偷袭我。什么人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他们只是翻了我刚带回府的工部旧档，并没有带走。就是我让你去工部拿的那些东西吗？是，整整2大箱子。王爷，难道还有别的什么人在盯着此事？去，把戚夫人给我叫过来。是。老夫已经想好了，东海之事一定要彻查清楚。你是举发人，一旦开始便不能回头。你想好了？末将心知已定，绝无犹疑。那之前大理寺的卷宗可查清楚？大人，末将在兵部抄报给大理寺的证据中发现，早在1年多之前，就有人搜集过东境10州的城防、军屯等军报。其经手之人不是暴毙，便是还乡，但有3人可以确信，曾是莱阳王在甘州之时的旧部，还有1人是巡防营统领何成的副将。你惊动了何成，
必定会惊动莱阳王。你马上把所有的疑点、证人的证言，立刻拟成文本。你在宫城外等我。进宫。岳将军，明日你随我进宫。是。就知道王爷是天命所归，一定能想明白。夫人所托之事，我已拿到手了。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王爷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夫人如此有把握，想来也不是仓促行事，应该早就有所筹谋了吧？我这次带来的都是高手，又都是国主的死士。这1个多月，早就将探查、设伏、动手、演练娴熟，所有计划安排得妥妥当当。唯一拿不准的，就只有1个人。寻飞斩。老爷，这个岁数了，大冬天的站在外面，想什么呢？夫人，我在朝堂上这些年算不算一心一意，只为陛下？老爷对陛下的忠心，天下皆知。何来此问？若论心，老夫曾不曾有悖为臣之道？若论事，我倒是有些拿不准了。拿不准什么？难道我以前真的就没有错过吗？老爷啊，你拿上我的内阁军令，到京兆尹府调配100官兵，随行护卫。是，老爷。叔父。哦，飞斩呢？叔父，叔父，这是要进宫吗？今天不是初3吗？按照惯例，是要进宫请安的。我正想叫你一起去呢。叔父，以我现在的身份，进宫恐怕不太合适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叔父，我今天是想出城去看看平章。平章？是该去看看他了。最近，我一直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，想起你们2个小时候一块儿比武，一块儿玩耍。飞斩啊，带我去好好的看看平章吧。哎，叔父，不如这样，我先护送叔父进宫，然后再出城也不迟。哦，不用，不用了。我已经调配了京兆尹府的府兵，随行护卫。你赶快去吧。那好吧，叔父，我先去了。啊，飞斩。叔父还有什么事吗？想说什么，我怎么给忘了？哦，早点回来，晚上吃饺子。侄儿知道了。
将军，咱们是不是来早了？跟首府大人碰面，不敢早些，你还敢掐着时辰不成？哎，某人啊，就是掐着时辰来京城的。将军，你是不是记错时辰了？当然没有。难道首府大人是被什么事儿耽搁了？哎！东海国主问候首府大人。
防不胜防啊！陛下，昌黎王。 大人！叔父，叔父，安如，元气，安如，现在不能去。元气，我叔父怎么样了？你先别着急，你小心身子。叔父他虽然不幸，但是刺客一定能抓到他啊！他们说是东海的刺客。安如，你别又想多了，你听我给你慢慢解释。我要去找我叔父。安如，王妃，快找太医。是。安如，安如。 叔父放心，飞展一定不让叔父枉死，一定活捉凶手，依法处置。母后，母后。 外面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快说呀！救救他！没关系，咱们还这么年轻呢。等你身子养好了，孩子总会有的。荀叔父一死，内阁必乱，六部松散。想要扳倒莱阳王这样地位的人，只怕是更难了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这当街刺杀，那个刺客怎么可能逃得无影无踪？除了护卫的京兆府兵，那不还有巡防营吗？
我又忘了，巡防营是蓝阳王的人。咱们现在都不知道，在这金陵城里，还有谁是值得信任的？天命岂能轻得？终归是要有代价的。只要大患能除，慢慢都会好的。王爷，你确认来的时候，没有人看到你吗？接下来城中必会大肆搜捕，我只能保证夫人在此处的安全。王爷放心，你我交易只在你我之间，我的人只是奉命行事。夫人果然是通透聪明。王爷的行事还是像以前那样靠得住。不过我还有一句话，想要请夫人带回给国主。王爷请讲。此次各履承诺，日后再不相约。母后还是吃点东西吧。凶手还未抓到，你让哀家怎么吃得下去？朕已经下令，由莱阳王带队逐户搜查，并重金悬赏了提供线报的人。只要那个女刺客还在城中，就一定能抓到她。她当然还在城中。出事以后，首要的就是封城，她还能跑到哪儿去？据皇城守卫汇报，出事当天，还未及反应之时，有一户小队商团紧急出城。后来查出他们所持的录音乃是伪造，明显十分可疑。可追上去了？母后放心，朕已经拨出一支禁军，由飞展大哥带队，专程追捕去了。在城中只是抓获了一些从犯，女刺客逃出金陵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。我不管她逃到哪儿，我定会活捉，依法论处，以继位叔父的在天之礼。在我大梁朝中刺杀我朝首辅，东海实在欺人太甚。我虽非朝廷中人，但是只要我一口气尚在，就绝对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东海的人在我大梁胡作非为。就送到这儿吧，城中之事，怕有劳你了。已是一家人了，荀大哥何必客气？大哥想多句嘴。大哥请讲。云起，我就安如这一个妹妹，你一定要好生待她，否则我这个做大哥的绝对不答应。大哥放心，缘起一定好好对待安如。看他们俩说话的样子，这巡守府大人似乎没跟大统领说些什么呀。荀飞展执掌禁军这么多年，他的忠心应该不容置疑吧？
这不是忠不忠心的问题。你想想看，萧元启对于荀飞展来说，既是旧友又是姻亲，而我们就是几个陌生人。换做你是荀飞展，你天然就会偏向谁呢？怎么了？那个女刺客还留在京城。啊？将军怎么知道了？荀飞展是琅琊榜上的高手，带着精锐禁军出城追捕，而萧元启却一点都不担心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他觉得城外天高地阔，荀飞展不一定能抓到刺客。对，只是不一定而已。京城周边毕竟是大梁腹地，还有前任禁军大统领出城追捕，这东海刺客是否能够成功逃脱，绝对是个未知数。而在这京城里，虽说是逐户搜查，重金悬赏，但都是由萧元启本人带着巡防营负责的。你说这城里和城外哪边更安全？眼下风声正紧，若我是萧元启，定然把同谋刺客留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留在一个可以亲自掌握的地方。王爷，好生伺候王妃。是。王爷，东湖密信到了。去了东湖这么久，咱们这位狄将军总算是理顺了想法，下了最后的决定了。恭喜王爷心想事成。荀白水已死，东湖羽林又有7万大军，王爷得此强助，将来必定大事能成。我眼下的这点实力与名望，还远不足以和当年的长林王府相比。所以荀白水一直想要控制我、利用我，但又不会特别的在意我。也许他临死的时候，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可惜啊，他已经没有纠错的机会了。荀白水目光短浅，安知王爷有鸿鹄之志？不，荀白水当朝数10年。他的目光并不短浅，他只是不明白这有心与无意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别。是啊，长林府当年若是有心，长林，本王绝不会是第2个长林。我刚刚盘算了一下，这个婚书呢，就让老阁主来当媒品，八字什么的咱就跳过去。聘礼我来筹备。可是这个下聘应该找谁啊？林夕妹妹，你师父呢？师父云游四海，姐姐找不到他的。那也跳过去。我看这拜礼啊，就在山上，你们觉得如何？这日子还没选呢，你们想哪天？平津，
怎么了？只描过花样子，画得不太好。挺好，挺好。我已经把我能记得住的全都画出来了，将军看看是否能用。这里是莱阳王府的正院，书房、花园、日常起居和接待宾客的地方当然不行。这2处侧门，府中采买和下人们常用。角门这一块僻静之地最有可能，咱们就盯住这个角门。将军，你确认萧元启会把刺客藏在自己府里？他真的会从这个角门出入吗？我当然不能确认，但咱们在这儿就这么几个人手，只能盯住一个最有可能的地方。希望能碰碰运气了。王妃累了吧？去歇息一下吧。下去吧。是。说吧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知道姑娘不想说话，但这件事，敏儿觉得一定得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姑娘不要问是谁。总之有人偷偷和我说，咱们府里前不久住进了一位女客。女客？听何成说，足足有2大书柜这样的图纸，都是国主想要的。是。看这注释，应该都是建造船舶的图样。你们东海还缺船样吗？国主没有什么别的爱好，就是喜欢出海垂钓，总想要造一艘小巧平稳、又快又好的船。后来辗转得知，大梁几10年前有位魏将军，在这上头有极高的天分，留下许多手稿。贵国似乎对于造船之术并无多大兴趣，这些手稿束之高阁多年，无人问津。国主借来一用，了无关碍。原来国主是想要更小巧、更快捷的船。是。难道不是更大、更抗风浪、更有动力的巨舰，才配得上深水船坞吗？
王爷知道深水船屋？国主总是不肯把所有的事情都跟我讲清楚，那我也就只好自己多思多想了。王爷想找什么样的女客，就随他去吧。难道我还介意不成吗？高门大户收房纳妾是常有的事。若只是这样，敏儿绝不会特地告诉姑娘让您翻新的。不是这样，那还能是哪样啊？姑娘应该还记得，在外头刺杀咱们家老爷的是个女刺客。你是说刺杀叔父的？不可能，王爷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。他为什么呀？敏儿一向都不聪明，什么事都不知道。但是沉香湖之后，佩儿不见了，姑娘您又病了那么久，我再傻也能猜得到，咱们这位姑爷恐怕不再是从前我们所想的那个姑爷了。姑娘，外头大张旗鼓的搜捕女刺客，至少咱们府里藏了个女人是真的。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可我忍不了这个，我真的已经忍不了了。王爷误会了，国主并不是想要隐瞒什么，只是觉得王爷可能对这些事情并不感兴趣。我们东海临水建国，就算有巨舰和可容纳巨舰的深水船坞，为的也是远跨外海，并非针对大梁。王爷，你想啊，贵国是一片沃土，即便我们制造出巨舰来，对王爷将来执掌江山，又会有什么影响呢？说的也是，任凭你有怎样的巨舰，总不可能开到我的岸上来吧？国主就知道王爷会明白的。王妃，咱们还是去找寻那统领吧。王妃，王妃，王妃！敏儿，你不要跟来。姑娘，不能跟来。好了，你我早有约定，夫人既已履约，我自不会食言。只不过，想要把这么多的旧当全部偷运出去，并不容易。就算是我，也要好好打算2天。多谢王爷辛苦。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会亲自送夫人出城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夫人最好一步也不要离开这个王府。是。王妃，王爷有令，您还是滚开！王爷，王妃进来了。王妃，安如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安如，是他吗？就是他杀了我的叔父。你胡说什么呢，安如？你不要再骗我了。虽然我长在深闺，但我不是傻子。我知道他是谁，我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。安如，安如，
你刚刚没了孩子，心里难过才会胡思乱想的。你既然不舒服，就应该好好休养，何苦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呢？啊，安如，这又是什么？你又给了东海什么？你到底还要出卖多少良心？你到底还要做出多少可怕的事情？安如，这是男人的事情，你不懂。我也不想懂。我会告诉我大哥的，只要你不杀我，只要你敢让我活着，我下次见到我大哥，我一定会告诉他。你干什么？安如，我不会杀你，但既然你这样说了，我也不会让你再见到你大哥，你也绝不会再进宫了。这2辆马车什么时候来的？就在刚才。刚才？守住了，我去报告将军。是。夫人，何统领，王爷都安排好了。我们王爷亲自送夫人出城之后，另有一辆马车在城外接送夫人。图纸就等大概就是这些了。夫人不想查验一下？还是你们王爷想的仔细。对了，你们王妃近日怎么样？听说这2天一个字都没有说。荀白水到底是抚养他长大的亲叔父，王爷恐怕得费些功夫才能安抚下来了。你心情不好，我带你出去走走。虽说是王爷亲自出城护送，不大可能会被人搜查，但也难说会不会出现意外。为保万全，只能先请夫人委屈在这里头了。我从小习得柔术，这些简单，何来的委屈？王爷，王爷，戚夫人，王妃也跟着一起去吗？送夫人出城，自然要确保万无一失。车中有内眷，自然会宽泛许多。日后若是有人问起，也好有个出城的缘由。反正王妃也是不肯讲话的，不是吗？若是到时王妃又想开口讲话了，怎么办？你放心，她不会有这个开口的机会的。夫人，请吧。这是要出城了，拦吗？巡防营是他的人，拦不住，跟着就是了。
慢走啊。麻烦给。哎，好。走。你刚才居然真的没有说话。我的安儿还真聪明，知道这城门防卫都是我的人，说了也没用。请夫人稍安，外面还有些行人，要到前面僻静之处，才方便请夫人出来。这里已经没有多少行人，我推断，如果女刺客真的在车上，她应该会在前方树林里放人。记住，不要着急，先跟着，等她走远之后再动手。只有把女刺客活捉回去，咱们说的话才会有人听，有人信。明白了。王爷，夫人真的以为我会把可能造出巨舰的图纸，就这样让你带出大梁，交给东海国主吗？你背信弃诺，国主会来找你的。你在城外的人，巡飞斩会一一清理干净。这城里嘛，自然是由我来善后。但凡知道什么的人都不可能活着回到东海。等到国主想要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恐怕已经晚了。我如果不回去，国主会来找我的，他一定会来找我的，他会亲自来的。这说什么呢？听不见。嘘。我知道他会来，可那个时候金陵城已经是我的天下，我自然能想到非常妥当的办法来迎接国主。还请夫人尽管放心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，我根本想不明白。安如，我带你出来，就是想让你亲眼看到
杀你叔父的凶手已经被我烧成灰烬，我替你报了这个仇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舒服一点？你放心，所有我拱手送出去的东西，我一定会加倍拿回来。怀东3州，我迟早都是要夺回来的。没有。是，臣已在金陵城中抓获东海暗探10余人，已全部交至刑部。但经那天在场的巡抚亲随辨认，并无那名主犯。母后这些日子日日问朕，朕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了。臣能理解陛下的心情。卓京在府中也是日日哀伤，以至于卧床不起，无法进宫陪伴安慰太后娘娘。请陛下放心，荀大统领离京已近半月，臣相信等他回来，一定能有好消息。但愿如此吧。行了，过去。还有。将军，兵部信使来报。岳将军，大人请进。不必了，兵部命小的前来传话，请将军明日4时入宫，在武熙殿商议国事。知道了，有劳大人这么晚了还来传话。将军，明日进宫不就能见到陛下了吗？先别高兴，未必能求得一个单独说话的机会。你是说，你也没找到凶手？是，臣只是追上了那个商团，他们也确实是东海的谍探，但并未发现那个女刺客。臣有负陛下所托，在我大梁帝都之中，刺杀了当朝首辅，居然能全身而退。朕实在是太无能了。陛下此言，更让臣觉得无地自容。现如今，朕身边可以依靠、可以相信的人，一个个都走了。先帝给朕的这座江山，短短几年已残破如此。朕时常觉得，明明已经竭尽全力，但却还做不好很多事情。也许，朕真的不是受命于天。陛下，我大梁国力仍在，失地自然可以收复。陛下还位极弱冠，岂敢妄自菲薄？荀卿，臣在。能为朕做件事吗？请陛下吩咐。岳将军，尚书大人，岳将军，王爷，这边请。
陛下还未到吗？岳将军还不知道自己今天来是干什么的。末将以为是按年前决定的，前来商讨如何整治东境全局，收复淮东3州的。没错，说是御前听政，但是这么大的议题，怎么可能1天就决定呢？陛下听政，也不是从头听到尾的，咱们总得事先理清思路，定个条程出来，再奏请陛下决议吧。看来，陛下今天不会来了。巡首府不幸遇刺，陛下恩准，此事由本王代为处理。各位大人，此次御前议政，关乎东境全局，兹事体大，还望各位大人集思广益，献良策，尽良言。是。朕并不觉得3年前的决议有何错误，但又时常想召请长陵王重返京城。朕有时候看看自己，都觉得太过优柔，太过矛盾了。回陛下，这人世间的很多事情，不是简单的对错就能定论的。陛下既有此念，是否想让微臣去狼牙山宣旨呢？不，朕不想宣发明旨。陛下是担心太后娘娘会反对？也不是。无论母后怎么说怎么想，朕都不会再因为她而改变主意了。那陛下还在顾虑些什么呢？平章兄长殉国，黄伯父一生戎马，北境全线大捷，可换来的却是长陵君之被除。朕知道，他虽心系家国，却未必愿意回来，所以朕也不想勉强他。是啊，朝中人心复杂，远没有江湖逍遥。陛下是担心明旨宣诏，平京难以拒绝是吗？拒绝明旨，只会让长陵王遭受更多的非议。所以朕已经写好了一封书信，希望勋卿暗中走一趟狼牙山，替朕劝说，尽量不要让别人知道朝中那些君君臣臣的议论。朕也实在是听烦了。臣遵旨。将军累了，就早些休息吧。你还别说，这个萧元起做起这件事情来，倒还真的是全力以赴，一直在听取各方的意见，调和利益纠葛，安抚内阁和六部。我呈递上去的东境方略，最支持的人，反而是他。嗯？他没有出卖军情，勾连东海吗？他有。不是，可你刚才明明说支持啊！哎呀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？你虽然糊涂了，我却越看越清楚。我怀疑萧元起勾连东海，要图谋的并非一个王位，刺杀首辅。要争夺的也不仅仅是朝堂之权，也许这所有的一切，为的都只是他更大的野心。还有更大的？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，恐怕已经不仅仅是该如何揭发他过去之过了。那还能干什么？
我们应该好好想想，世上到底还有谁能够阻挡萧元齐现在的脚步？啊，将军，哎，将军，怎么了？我刚刚得到消息，徐纳统领拿了逃窜的刺客，昨儿已经回京了。去见他。将军，他会相信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赌一赌吧。他一大早就出城了。什么？大统领一早出城了？是。请问，你知道他去向何处，何时返回吗？我们大爷之前去拜访江湖上的朋友，近3年才回来一次。多谢。王爷，狄将军那边已经安排好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哈哈，参见尚书大人。岳将军。撤！那位不是狄将军吗？你认识狄明将军？同在东境为将，见过数面。可是狄将军不是升任东湖羽林统领了吗？为何会在京城？从他上任的10日算起，他应该是进京述职的。进去吧。将军接掌东湖羽林这么久，想必心中早已有了底气。狄某别的不会，就是会练新兵。东湖羽林进制不过数年，大有可拿捏之处。将军的能力，本王心里可是比谁都清楚。像岳将军这样的年轻人，陪老夫跟户部的人算了半天的账，想必这心里早就烦了吧？筹算军费开支，是每一个为将之人心中该有数的。末将今日学到了很多，自觉有所进益。你是个值得举荐的人才，老夫不会看错你。算时，春烈的旨意也该下来了。老夫一定在陛下面前举荐，点你随扈同行。3月春烈，春烈随驾，难得的机会，你要好生把握，多结交人脉，长长见识，对你的将来一定大有益处。是。5万禁军，直辖御前。自寻飞斩辞任出京后，我便一直在想，如何才能够拿下禁军。没个10年8年的功夫，怕是根本就办不到。可是你我都知道，等皇帝再长2年，这朝堂之上的风向，恐怕又不一样了吧？将军说的没错，机会难得，稍纵即逝，所以本王
也确实不打算再等了。东湖雨林相当于原来的翠峰蔚山两营河边，末将上任之后又想办法扩编了一些，加上巡防营和王爷思绪的府兵，满打满算8万人。虽然兵力占优，但地势所限，调动兵马动静又大，如果跟禁军硬拼，恐怕很难迅速拿下工城。本王明白，一旦起事之后，必须要快刀斩乱麻。若是拖延僵持，消息传出金陵周边，形势的发展，你我便很难再能掌控。所以本王并没有想要拿下宫城。可是陛下和那位太后娘娘，他们只在宫城之中啊。萧元石嘛，倒也不是一直都在宫城之中。3月春猎，九安山。将军，将军发现什么了？你看，这是九安山周边地势，这一大一小2条路通往京城，这是列宫。圣驾将于列宫前的半山驻营。然后呢？若是外围兵力足够，就能将陛下牢牢地扎进一个口袋里。啊！将军近日就要回东湖营中了，这杯茶，就算是提前送行了。王爷放心，末将回到营中之后会立刻开始安排，春猎之前必定能准备周全，重返金陵。春猎常例，随驾的禁军不得超过5000，就算他们再翻1倍，也不可能挣脱本王事先扎好的口袋。所以你我最终成败的关键，仍然在于将军对于京城的把控。王爷所言甚是，末将也深知责任重大。不过皇帝和太后都不在，禁军对于攻城的防备必然会松懈很多。只要能将他们分割开来，禁闭于营中，隔绝与外界的联系，便能够稳住攻城。本王随驾出城之后，会立即切断九安山与京城之间的联系，由合城打开城门，放你的人马进京。可如果情势的发展，并不像王爷预计的这般顺利呢？你的东湖雨林兵力占优，即使是出现了最坏的局面，将军也可一战。是，末将明白。当然了，事情不到最后，谁也难说会有什么变数。待京城大局安稳之后，你交由合城坐镇，带着多余的兵力赶往九安山。本王答应过你要把荀太后交给你处置，就肯定不会食言。多谢王爷。不可能吧？随驾至少5000禁军，外围还有羽林营，谁有那么大能耐？也有可能是我杞人忧天了。但是无论是在九安山或者其他什么地方，只要萧元启真的敢动手，那就只有一个最大的可能。东湖皇家雨林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。唯有这样，他才能够在京城周边握有足以起事的兵力。